2026年6月20日，韩国釜山电影殿堂，红毯还没铺开，场外已经站满了人。来自中国、韩国、泰国、越南的粉丝打着各自爱豆的名字，在釜山湿润的夏夜里等待着。而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一个话题已经悄悄爬上了热搜。与 quote 张凌赫今晚会去釜山吗？与 quote 田作之鹤釜山同框，拜托了。与 quote 你们不知道的是，这一夜有749万人的心愿压在了这里。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几个月前，2026年初，《逐玉》还没有播出的时候，没有人觉得这部戏会大爆。不是因为剧本不好，不是因为演员不行，而是因为圈内人都知道一件事，女主田曦薇的经纪人和男主张凌赫的经纪人是9年的死对头。事情要追溯到2017年，两位经纪人各自旗下的艺人曾合作过一部剧，番为之争闹得不可开交，双方当众撕破脸，从此结下梁子。9年来，两家经纪公司在圈内明争暗斗，互挖资源，互相拆台，业内人士都知道，这两家的艺人基本不可能被安排在同一个项目里。但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是从逐玉项目官宣的那一刻开始的。田曦薇和张凌赫同框了。当时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两个人能好好拍完吗？不少媒体开始压住，拍摄期间黑料会先于剧集播出。确实，拍摄过程中，双方都陆续传出过不同版本的与 quote 不合传闻与 quote。但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等到逐玉真正播出，人们看到的是一场让全亚洲的观众都屏住呼吸的 CP。27亿播放量，爱奇艺、腾讯双平台热度破万，这是田曦薇出道以来最大的一场胜利。说到这里，我要先跟你们说说田曦薇这个人。很多人第一次认识她是《卿卿日常》，但那一次男主白敬亭和宋轶的绯闻爆得措手不及，两人的 CP 感在后期几乎归零，剧集热度也被硬生生拖了后腿。紧接着他又接了 S 加大制作《子夜归》，搭档的是徐凯。结果呢，徐凯在拍摄期间爆出劈腿丑闻，私生活混乱到平台直接安排加更，火速播完。两次大制作，2次被男主的场外因素拖累，你换谁都会崩溃。但田曦薇没有，她接下了逐玉，搭档了一个经纪人是自家死对头的男演员，在所有人都在等着看笑话的目光里拍完了整部戏。然后她赢了。逐玉结束后的庆功宴成了内娱那段时间最意外的热搜来源，不是因为什么黑料，而是因为那天晚上所有人都看到了另一面的田曦薇和张凌赫。头纱、花瓣雨、背后环抱、单膝吻手背，网友在评论区一片沸腾。与 quote 戏里没说完的话，戏外悄悄补上了。与 quote。 而更让圈内人震惊的是那一幕，张凌赫的经纪人徐以若和田曦薇的经纪人龚玉涵两人穿着白色戏服装，并肩站在一起，共同举杯。9年，一杯酒。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个动作的分量不只是两个人的和解，而是整个逐玉项目背后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商业与情感的大结局。如果你也觉得这件事不简单，记得点个赞，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然后2026亚洲内容大赏的入围名单公布了，全球231部作品角逐。事后入围名单里有韩国的申惠善、朴宝英，有日本的柴崎幸，而中国大陆只有一个名字，田曦薇、逐玉。粉丝开始投票，这场投票持续了将近1个月，最终结果出炉的那一刻，很多人截图发到评论区。第一名田曦薇749万票，第二名金多贤143万票，断层5倍的距离，这不是领先，这是碾压。6月19日，田曦薇率先抵达釜山金海机场。第二天早晨，她换上了那一身让所有人都沉默了几秒钟的金色流苏露背长裙，冷白皮在灯光下几乎要发光，齐刘海、柔和妆，然后是长裙拂过釜山的地面。那一刻，她不再是什么与 quote 小花与 quote 了，
颁奖典礼上，他和宋威龙一起走上台，接过了人气奖。台上，宋威龙掏出提前写好的小纸条，用韩语开口，语 quote 大家好，我是中国演员宋威龙，语 quote 现场掌声雷动。而田曦薇用英文完成了自我介绍和致谢，一个韩语，一个英文，两个95后在釜山的舞台上，让全场感受到了中国新生代演员已经不一样了。而与此同时，另一件事情正在中文社交媒体上悄悄发酵。语 quote 张凌赫6月20日海外行程釜山。语 quote 这条消息是粉丝从行程信息里扒出来的，没有官方确认，没有任何公开活动，只有一个地名釜山。评论区告诉我，你当时看到这条消息第一反应是什么？粉丝们自发开始语 quote 推理，语 quote 他会来吗？他会出现在颁奖礼现场吗？他们会同框吗？会不会重演庆功宴的语 quote 家属感语 quote 从庆功宴的背后环抱到釜山的可能同框，粉丝们把所有的期待全部压在了那一个夜晚。这就是竹玉这个 IP 在播出将近3个月后依然能引发全网追踪的原因。不只是剧好看，而是这一对组合的存在方式本身就像一个故事，从语 quote 不可能合作语 quote 到语 quote 年度 CP 语 quote 从经纪人9年恩怨到釜山可能的同框，每一个节点都像是有人在幕后写剧本，偏偏每一处都是真实发生的。你们知道最让我惊讶的是什么吗？是田曦薇在采访里说过的一句话，她形容自己之前的2部戏是语 quote 有点憋屈语 quote 憋屈不是因为自己表现不好，而是因为很多事情不是她能控制的。但她没有因此选择等待，她选择了竹玉，选择了一次所有人都觉得语 quote 有风险语 quote 的合作，然后用749万张选票，用27亿次播放，告诉了所有人，剧本从来都是自己写的。这场釜山之夜是他成为语 quote 自己故事主角语 quote 的最好注脚，而那749万个支持他的人，见证了一个女演员从语 quote 被拖累的小花语 quote 蜕变成了站上国际舞台的那个人。华语剧出海已经不再只靠老将压阵，雷佳音、胡歌、姚晨这些名字写满了亚洲内容大赏过去几届的获奖名单。而2026年27岁的宋威龙，28岁的田曦薇站在同一个舞台上，年轻人开始打天下了。今晚的釜山不只是属于田曦薇一个人的夜晚，是属于所有还在等待自己语 quote 对的时机语 quote 的人的夜晚。如果这个故事让你有所触动，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最喜欢竹玉里的哪个瞬间，或者你觉得田曦薇和张凌赫还有机会二搭吗？我们下期见。